今天吃什么？咱们做拉面。这拉面呢，我们已经做过一集了。那一集里我们讲过一些个基本的做法，您怎么去练习。这一集呢，我们主要讲一讲拉面的每个细节。您自己在家练的时候，可能发现好多地方跟说的不一样，跟看的不一样。这个时候，您看看我怎么做的，我做的不一定对，但是呢，我做的结果是，我能把这个面团变成面条。其实您学拉面不就是这个结果吗？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吗？首先我们来和面，面粉、盐、碱或者是硼硅的比例，您看我们第一集里边放的那个参考的那个数值。面粉的选择，我今天用的和我平时用的都一样，是美国的 All-Purpose Flour， 就是中文讲的中筋面粉。明确一点，我用的是美国的中筋面粉。如果您在中国，中筋面粉是不行的，这个我也试过，您一定要选高筋面粉。具体的原因，您如果有兴趣，您可以在下边留言，我在这儿我就不再讲了。您看其他的这个地方给您介绍啊，兰州拉面、手工拉面、和面怎么和法啊，有很多种方式，有很多种不同的操作。那么我的建议呢，您像我一样在家里做的话呢，还是用盆来和面比较好啊，尽量不在这个案板上或者料理台上。您看这个拉面师傅那儿放一堆面，然后叭叭拍几下，然后拉个匀手，打个窝，浇上水，一点点往里边撩面，然后搓成小碎子，然后还得搓得很细猫爪、虎爪，那个是人家拉面师傅。咱们在家里面，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。即使您要开拉面馆，现在拉面馆里的师傅也不用那种方式和面。那只是一种传统的工艺，拉面馆也都是用和面机、压面机来和面。咱们在家里当然没必要买个压面机或者是和面机，如果您愿意，那当然也可以。我这儿讲的是我的做法，手工纯手工怎么来做。水的比例根据面粉的不同，您说我买的就跟您一样的面粉，那个在您那儿可能也有所差别，因为面粉它在空气当中，它会吸收空气里边水分，跟您周围的环境的干燥程度也有差别。有的地方比较干燥一点，那么面粉的含水量会少一点；有的地方潮湿一点，面粉含水量多一点。我的感觉是，包括我自己每次和面的时候，这个面的软硬程度和我用的水的量也是有所区别的。所以在这点上，我还是像第一集里说过的，这个叫做面性，您需要去理解。如果您这现在还没看过前面那一集，我建议您先去看一看。那个呢，看过之后，您再看这一集，可能对您更有帮助。您可以像这个您看到的其他的这个拉面师傅那样，把它先搓成小碎儿，或者说边搓边揉。有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其他的人讲的都是非常正确的，就是说您这个水要逐渐的加入，不要和成包水面。什么叫包水面呢？就是您这个面团都已经沾上水了，差不多您一下手一抓，里边就往外冒水。那这我说有点夸张，但实际情况是说，这种情况会有。面揉成团了，就可以开始第二步揣面。面要稍微软一点，但是这个时候软硬并不重要，您没揉光滑也没关系。这个时候在揣面的时候，您可以通过它来调节。所谓揣面，就是一点一点的把水加进去，通过您攥成拳头按压，然后扭动，把这个水逐渐的给它揣到这个面团里边去，这样面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吸收更多的水分，形成这个更丰富的面筋。这是您必须要做的一部分，而且是您制作这个拉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您看这个福山拉面的师傅告诉您要无踹留醒，无踹就是踹5次，留醒就是让您醒6次，这是这个烟台话。他讲的就是您揣面这个过程。如果说您这个体力没有那么好，您可以揣一会儿，然后觉得太硬，您可以稍微让它醒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揣。这就是这个福山拉面的做法。您看这个兰州拉面说3遍水3遍灰，99、81遍揉，就是讲这个揣面的这个过程。您如果把这个面揣好了，下边就非常简单了。揣到什么时候合适？咱们上集已经说过了啊。您看，把这个面提溜起来，它可以拉长，不是说它很均匀，像拉面一样，您可以把它拉成面条，不需要那样，只要能把它拽长了，这时候您就揣的差不多了。这样呢，您就可以把面团给它揉起来了。在现在揉的过程当中，您就会发现面团也变得光滑了，细腻了，您手上的面也没了，盆上的面也没了。您揉的时候觉得这个面呢非常的柔软，但是呢又感觉比较黏，可是黏它并不粘盆，您只要揉它就不粘盆，可是您不揉它就粘了。到这个时候这个面您就揣的差不多了。您看您现在揉它都不粘，您不揉像这样停下来它就粘了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然后您在这个面上撒上一点清油，把它抹匀了，盖上盖，然后我们醒面1个小时。面醒好了，我们就开始第3步溜面。您可能会有疑问，您觉得有些个人在表演的时候，您看，我都没有揣面呢，他和好面之后就在这儿揉，然后开始溜面，没有揣面这个过程，没有错，您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如果您不揣面的话，您这个揉面溜面的过程会非常长，也会比较辛苦一点，需要比较多的体力。我的意见是说，如果您在开始学的时候，最好是先揣面，然后再醒面、揉面、溜面。等您可以把面团做成面条了，您再进阶，您再挑战新的难度，这样呢，您也更有动力。揉面这个过程，您看刚才这个揉法，就是咱们上次就说过，这就是算盘珠子。您不用这揉法，您就反复的就这么揉也可以。它这个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面，第一，您把这个面团从一个团把它揉长，揉长您就可以拉长再对折，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，不需要说一定得用哪一种手法。您从上到下按，从下往上按，从左往右按都可以，目的就是为了把面揉匀、揉扁，再拉长，再对折。您在溜面的时候就得准备上开水，您等一会儿面做好了，一定要水等面，不能面等水，不然面就都粘上了。您看现在开始甩面的时候，您有这啪的一声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这个面接触这案板，并不会让您这个溜面的过程更短，只是一个形式而已。您注意，这个力量要使得均匀，让这个面条从最中间的一点开始上下跳动，您这个面在甩的时候，它就比较容易均匀，比较容易甩开。你看刚才我们有这个揣面的过程，我们这个揉面甩面就容易得多，这面这么一会儿就开始可以甩开了。您如果没有揣面那个过程，您还得在那儿反复揉半天才能开始甩。您甩的过程会发现这面会越甩越长，越甩越软。您注意别甩太长了，因为甩太长了，除了容易断，还有就是说您这面容易甩到地上去。甩长对折，再甩长，再对折，甩到什么时候合适，您慢慢就有经验了，手上就有感觉了。
要说从现象来看，您甩到这个面可以均匀的把它拉长，而且这个面上边这个纹路细致均匀，这时候就甩的差不多了。在甩的过程当中，看哪儿粗您就拽拽，尽量让它每次甩一下这一条出来甩出来都是比较均匀，粗细差不多，这样能够帮助您尽快的把这面甩好。你看像现在这样，我把它拉长，很容易，并不费劲儿，这个就差不多了。咱们可以做下一步，就是下劲儿，或者叫出条。我这个呢是4微面粉，我的经验呢就是出2个劲儿，这样呢比较合适。头里这点儿，您可以把它揪下去，有些师傅把头尾都揪下去，那都可以。您不揪下去也可以，我都试过，不揪也一样可以拉出面来，没问题。您也不用担心您揪下去这块和您手上面头浪费。咱上次不是说过，您可以把它做成烧饼啊，做成这鸡蛋灌饼的这个面皮都可以。然后您也可以把这个面再揉起来，再拉。现在呢，咱们就可以做第4步，就是拉面。准备一点干粉，您要把这个面剂子或者叫面坯，先把它揉圆、揉长，尽量揉的粗细均匀。至于揉多长，倒是没太大关系。您揉长了也好，揉短了也好，您一拉开了，它就是那么长。现在这个面已经很柔软了，您把它揉短一点，一拉也是那么长。关键是尽量揉均匀，一会儿您拉的时候，这面容易均匀。拉一下叫一手，他们就要拉这个6扣7扣，这就可以吃了。我现在也拉不出一窝丝来，我最多也就是拉个2细，我也在不断的学习。您注意，在这个面在拉的时候，要不断的往上面撒上干粉，每拉2、3下，您把这个面头收起来一点。咱不是说过了吗？您收起来这个就是不均匀的那部分，均匀的呢就在中间了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撒点干粉，再拉一下，您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。不匀的地方可以把它收短，就是您看您左手那边哪根粗，您把它收长，把它收短一点，您下一次再拉的时候，它就均匀了。再看一次。每次拉的时候，您注意一下手上是不是有特别粗的，有特别粗的那个，您就把它往上提一点，这样您下次再一拉，被提短的那个，它受的力就更长嘛，就更多嘛，它就被拉细了。您这样的面容易出来均匀。如果您开始拉出来不均匀，或者说就拉不了那么细一下断了也没关系，您到这一步已经离成功非常近了。不要担心说拉的不均匀，您只要能现在把它拉出面条来，这已经离成功非常，或者说您就基本就成功了。再做几次，您就跟师傅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您这个拉面可以做拌面、炸酱面、担担面、汤面都可以。祝您成功。